大家好，欢迎来到周末复盘。今天美股出现了一根非常大的阴线，那么我们该如何解读鲍威尔的讲话？我不认为鲍威尔的讲话是我们今天市场走出一个大阴线的主要原因，或者说它仅仅就是一个引子。我会跟大家一起去解读这一周以来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新闻，和给大家分享我自己对于这些新闻的一些解读。那么还照着老规矩，我们交易之刃还会跟大家分享对于市场上一些板块个股的交易计划和我们对未来的一些看法。那么请您今天一起跟我走进今天的视频。好，现在开始我们的这个今天讲分析我们新闻的时段。那么如果今天我给大家讲今天鲍威尔讲话讲了什么，美联储又放鹰了然后市场一下被吓尿了，我用这样的标题或者我跟大家分享，那么这个我们交易之刃的我们的这个频道就没有意义了，或者没有个性了。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是整个对于市场宏观方面的一个解读。那么大家知道在周二的时候其实就跟大家解读到了关于中概股它相对强势的一个发现，然后呢我们又讲到了中国经济近40年来最惨，面对非常多的困难。那么我就说市场上一定会预期，或者说已经知道中国政府作为宇宙第一操盘手，它会释放出大量的这个利多的这个刺激，以催生股价的一个生长。那么我们确实在这周的中概上是吃到了一块比较大的肉。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了美股在这个位置上确实是非常难操作，所以我们选择那些相对容易操作的地方。那么美联储呢，他们的这个鹰派发言对于我的感觉来说这是一点都不鹰派，或者说是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么一个预期，说他这个发言是超出预期，或者说这个发言真的就是非常差或怎么样。因为美联储在上个礼拜却不停的给大家吹这个妖风阵阵给大家吹分，说什么呀？说这个我们现在连这个明尼苏达的这个最鸽派的卡什纳利都放出来非常鹰派的言论，几乎美联储现在所有的官员说话都是那种英气袭袭英姿飒爽所以说他们就是看到了市场对他们的这种咱说不给面子我们其实在社会中或者说现实生活中混白社会黑社会也好都是一样的，其实大家在看重的是个脸面。你现在这玩意儿这么天天跟你说我们非常鹰，我们要加息，市场就是预估你要降息，就是要涨。其实有些地方可市场为什么要这么涨呢？感觉好像很不讲道理，其实也不是完全不讲道理。我们如果看的话，其实大量的对冲基金他们的做空仓位达到了历史最高，那么市场上压住做空的人的数量是非常大的，那么这些仓位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成为了一种所谓的傻钱。再加上上一周呢，我们在周二那我们也分享了，就是美联储它并没有真正是意义上的想把市场往死里摁。我们看到 MBS 的购买其实还是个正数，为什么呢？它在加大卖的国债力度，它不想让经济真的出现这么大的一个影响。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这个标普其实在200日线被什么呢？被这个阻挡以后向下的一个回拉那么昨天其实还是个大阳线，看起来好像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做多的一个机会。那么今天的话就直接把这个做多机会消灭掉了。那么今天的这个大的阴线其实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不要跟美联储作对那么不要跟美联储作对，它只是一个并不是让我们择时的这么一个方式，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一个告诉我们这个位置上已经出现相对风险的地方。而且美联储的官员也好，美联储也好，连续放风说这个鹰派言论给了我们充足的时间或者说我们说这个市场真正走上顶点或者要转折之前，一定是大量的人出现了这种 FOMO 的情绪。 FOMO 就是 Fear of Missing Out， 怕这个错过的这种情绪。那么市场上出现了一些垃圾股的暴涨那么这些都是让人特别容易 FOMO 的这些
这种一种叫咱们说的一种 setup， 或者说这种这种状态。那么果真很多人就是之前全仓做空的忍不了了，还有很多人就着急的冲进去了，这时候忍不了了，大家都看多了。当大家都看多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任何一个言论或任何一个消息，其实都容易触发做空的一个机制，是因为你做多的人大家都上了车了，您着急的，您在这犹豫的磨磨唧唧的，最后您都上车了以后，那只要有人卖，还有谁接呀？还有谁买呀？就没人买了，所以自然而然这个市场出现大阴线。但今天这个大阴线确实是比预期中的要大，而且呢，这个今天的大阴线走的是比较强劲的。那么有一点原因就跟周五有相关，周五普遍来说你很少是多仓疯狂入场的时候，所以这就是今天我们看到，这是我对整个市场的这么一个解读。那我们来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新闻，或者说还有什么其他的消息。那么比如说他说的，像鲍尔说的，他就是 higher rates for longer，就是说我不仅要加息时间长，而且呢要更长的时间。那么我现在如果你现在去看这个美联储的咱们说这个 countdown to Fed 那么它的这个概率上呢，对于9月份的这个加息，对吧？9月份加息75个基点，从昨天的30-40%，现在涨到60多。那其实它并没有就是说涨了很多，而且他说的是9月份有一个 larger 的一个比较 large 这么一个 increase 是非常合理的。那么这个真的应到了说要造成一天跌4%的这种情况吗？不一定不一定。但是在这个位置上，特别像当时3月那种也是，其实是因为反弹这一波把很多做空的仓位和很多这种做情绪 FOMO 情绪的人拉进来了以后，这个时候做多的力量已经非常不足了。那么做空也好，或者卖出也好，就会引发一个多压多的这么一个雪崩。那么后续的话，我们说 larger higher 是多 high， longer 是多 long。那么它有讲到了，就是相当于比较坚定的这么一个意思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对于美联储的这么一个解读。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美联储的这个解读真的就是不是应到这个程度呢？一会儿我们会分析美元的今天的话，就这2天一直都是涨的。其实美元这段时间涨得非常厉害的时候，其实已经就是在 price in 了，他说的话就一定是这样，就是货币政策在这里面一定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收紧。但是今天的美债反而也是涨的，是因为美债这个地方也出现了上涨，那么这个地方其实是有一点点不自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市场上其实我们不是去看一个比如今天下跌了，然后过来找一个原因，找一个所谓替罪羊，而是说我们在市场上去观察市场资金的走向，不管是国债、美元、黄金，还有就是股指，它们随着这个跟利息的这种变化包括这个轮动，还有哪个产品它更加的有韧性，来判断资金的走向，来找到一个交易的机会。所以说这是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事情那么今天的话，大家可以看到美联储的这个东西呢其实要说的不多，也就是这样。那么美联储的这个鲍威尔的讲的话，其实就坚定了一件事情，就是他要坚决的把通胀压下去再说。那么至于经济好与不好那对于他来说呢，他不认为这是他最重要的事情。那么这就对那些对经济成长或者说对 recession 非常敏感的板块，今天呢一定是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打压。那么一会儿我们在板块分析的时候也可以看到。好了，那么我们再聊点其他的这个就是像这种标题一看，好家伙，这血压当那就上去了血压飙升到300多的。为什么呢？因为你比如说 Warren 说的这个东西叫 Student Debt Relief Still Tame 说这个东西Equality 和这 Inflation， 他说什么意思？就是说他说这个这个 Liz Warren 说我们这个就是美国参议院里呢，那是最左的最左来自马赛诸塞州，大家听马赛诸塞州那就是左的代名词。最左的这个参议员说，他应该每人forgive 什么呢？5万550K 就是5万块钱的。那么这就是这个让人血压暴增真的是无语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大家知道这一轮的通胀的上升，我们之前给大家讲到，就是周2的时候讲到中国的这个问题，就是世界上的全球化产业分工
尤其是中国的这个贡献其实是非常大的。这里跟政治的这个视角没有关系，你是反贼粉红这没关系，而是说中国在参与过程中，其实因为我们的美国的这边科技的发展是非常快的，中国的参与生产和进步也是非常大的。所以比如说你看原来造一苹果手机你可能很贵，那现在呢苹果手机很多年没有涨价，是因为它竞争非常厉害，你小米的呀华为的不断出的时候，其实它是产生了一种竞争的，就是因为我的生产能力在增加，你印的钱再多，我东西更多的情况下，其实把价格其实是我大幅的提高咱们说的供给，因为需求在增加，供给在增加，我们在提高供给的过程中，这个价格它就上不去，也是因为全球化大家生产和科技进步的这么一个关系啊。那么这里面我们就说这一次的通货膨胀恶性通货膨胀起来，其实有很大的原因是由于外部地缘政治。那么比如说我们知道能源和基础材料大幅的上涨，是因为什么呢？包括我们俄乌的冲突、地缘政治的紧张，还有中国逐渐脱离这个世界的体系。那么这些都不是美联储的职责，美联储的职责只能压制的是需求端把你的需求降下来之后，那就是供给再差一点，我们不就通胀就下来了吗？说白了就是让经济差呗，就是让经济变得越来越差，把那个资金收得特别紧。那这样的话其实是相当于是我为了减肥而营养不良的这种感觉是一样的。那么现在既然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很多地方我们真的压制这个通胀，它不是美联储的一个职责，它其实是白宫的职责，也就是美国的这个政客，或者说美国现在的执政者，我们的这个总统老 JB 啊 Joe Biden 不是骂人 JB， 我们的 JB 总统他应该做到很多的事情去帮助我们消灭通胀。那么比如说很简单，油价上升的话，你是不是跟这个沙特的之间那个关系能不能把它做得好一点呢？而不是说你不是说需要人的时候让人去增产，就飞到那儿去让人一指鼻子说你增产，那沙特人家也不愿意啊。那不需要我的话，你就清洁能源第一全球变暖，那就这些国家就是什么，就是沙特这种国家就是不行对吧？那后头还很多政治上的非常诋毁，就是不能诋毁，就是这些包括很多对他们的一些不满什么这些，这个词语很多，就是你就政治正确了，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这是民主党的这么一个政策。那么你需要的时候让他去增产，那凭什么呀？人家凭什么听你的？还有就是说，对于乌克兰和俄罗斯，一个是农业的出口大国，一个是资源的出口大国，他们产生这么大的一个战争，要不然的话，咱们说是绥靖政策，就是谁打 A 打了 B， 那直接就当没看见，嘴上谴责两句，就绥靖政策，咱就是忍了。要不然的话，就是真的强硬政策，进去跟他打，或者说真的威胁他，我真的要怎么样，也没有。那最后就会造成这个怎么说呢？就造成了这个能源这个价格迟下不来那么这就是我们很多地方，包括我们现在物价飞涨之后，其实工资也是在上涨的，而且伴随着劳工短缺。那么你给的福利还特别的多，而且越给越多。其实福利这个东西，如果你能削减很多，就让很多不工作的人就出来，那么也可以增加什么呢？对于就业岗位的员工的一个补充，因为现在劳动参与率还是比较低，那么你可以刺激劳动参与率的增加，因为现在高通胀，然后你工资不是很高，但福利又很高的情况下，一定会出现这种就是又缺人，然后呢又涨价，对吧？所以那就怎么办呢？然后那你就签署一个法案，叫做减少通胀法案。减少通胀法案是为了打击了一下药价，欺负人药厂然后就是清洁能源做大量的一个补贴。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你去买车的时候，他没车呀，现在不是没有车，你还在补贴他，那不相当于是我本来供给端是不足的情况下，我的需求端不够，那么我的供给端需求端很大的情况下，我供给端不够，这时候我们需要的是提高它的供给，提高它的产量那么更加的促进这种全球化的贸易比如说给中国产品降关税，其实是很正确的一件事情那么当然这里有太多的政治的这种考量比如说那你说就是佩洛西又去台湾，引发了台海又一轮的一个紧张，其实这对于经济都会产生一些后续的一些影响。那么等于说你没有等于说新的法案就又签署之后，你没有能让
供给端增加的情况下，还把需求端拉上去了，那这玩意儿他妈通胀怎么能下得去呢？好了，这件弄完之后，马上出了一个买票，现在这种买票了嘛，跟那个学生们说呀，我这个学生贷款啊，一人1万减免，然后呢，好学生说拿到奖学金呢是2万，然后一桌人说2万不够，得5万。那好了，那这就有一个问题，必须还要就是说你学生贷款相当于是减免了以后，其实很多刺激的就是学生的一些消费会刺激，因为比如说他很多学生啊，他勤工俭学，他每天他省着吃省着钱用，不敢花钱，不能出去玩，那么他呢省的这个钱用来还贷款，那现在好，直接你把贷款抹平了，就跟当时发支票一样，那么必然的话会催生学生这个阶层，其实就是一个相当于是比较穷苦的阶层，他对底下这个通胀是很敏感的，或者说对通胀的贡献也是相对大的。那么这样的话，你就相当于把这个通胀又推上去了。所以说这样的政策一个接一个的推出，没有一个是减少通胀的，合着全都是什么帮倒忙、提油救火。所以我认为这个东西，我们先不说公平不公平，或者说这两党政治互相都会出这种政策，包括共和党的上面也有买票啊，对吧？那大家都来买票，比如买老人的票，是吧？买这个社会底层的票，买农民的票，那你现在就是买学生的票。我明白，就是马上选举了要买票，但是在这个时候，从对于国家的长远利益来说，这种买票的行为，我个人觉得其实是肯定是没什么好处的，至少通胀的短期内下不来。那么这个形成了一个循环，就是我们的财政政策在不断的还释放金钱的过程中，然后呢货币政策又疯狂的收紧，那么这样的话就会出现一个你的经济一定会受到一个影响一定会受到影响。但是呢我们再说一遍，就是为什么说美国是全世界地理位置各方面条件最好的国家没有之一？大家想一想，其实美国或者美股的强势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不一定是他自己做得好。那你再去看欧洲的股市，还要看欧元，咱们说了，上次就讲美元强势，欧元、人民币日元都是这种崩塌的一个情况，意味着资本在这些地方全部是流出的状态。世界上钱非常多，这轮 QE 这么长的时间，钱不是那么快就能收进去。咱们很多人大家感觉就是一关水龙头就没水了，不是，那缸子里还好多呢，你得慢慢排，它这样钱又还能吸引回来。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咱说割韭菜或者说吸引资金的这么一个方式。对于美国来说，美国在这方面还是非常有优势的。那么这个又扯远了。那么我们再看到说这个东西就是中国和美国的这个 Rich Agreement， 在这个关于这个 audit 审计的这方面，那现在很多朋友，我看了一下很多自媒体今天的报道这个消息，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已经周二跟大家分享了，就是中概股的特性跟 A 股有点像，它不会有消息的时候启动，它一定是提前启动，会很多人都有这个知道这个消息，或者资金呢就在这里已经布局了，所以这段肉吃完之后呢，等消息真正出来的时候，未必就能再吃到肉了。当然了，我觉得这是对中概来说，一会儿我们会分析它，我认为还是一个非常大的机会，它不是个小机会。我们看一看能不能在利用回调阶段继续找机会做多。所以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我们不能主观上，我一看又是一大堆中概股风险大，中概就是割韭菜的，又是这一轮这样的言论出来。其实我觉得我们在操作任何一个交易的时候，每一个交易都有可能是割韭菜的，每一个交易风险都大，它没有一个所谓谁风险大谁风险小的问题，只是风险大与否在于你的交易者和你交易员的能力和水平和认知上有很大的差别。对于无认知的人，做什么风险都大，都是归零，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要这么看。所以后面中国的这个现在的困难是非常大的，一定还会推新的政策。如果这一轮利用这个消息出货进行一轮洗盘，我认为后面可能还有新的机会。我们一会儿呢在技术上再跟大家完整的制定这个计划。所以今天扯了这么多，就是说了鲍威尔，说了拜登的政策又说了中美之间的这个宏观的关系。那么下周的话，我们看有什么机会，我在周中的时候遇到什么比较重要的信息，我再跟大家分享。那么呢，我们下面进入我们的技术分析环节。在进入之前，我跟大家讲，利用下面的一个链接可以呢开户这个获得3个月的免费就是简单操盘系统吧。还有一点呢，就是想跟大家说的是，如果大家参加我们反收割训练营的话，我们有自学的这个
链接，下面的话大家点击可以有一个优惠。好的，那我们下面进入我们的传统的环节。好，我们今天先从周线上分析。那么我们周线上说到了，上周我们分析的时候，纳斯达克在这个周线100日周155周的周线上被这个什么呢？被这个打回来了。打回来之后呢，这周其实光脚阴线确认了下降的这么一个走势啊。这是这是纳斯达克。那我们再看标普。标普也是，这里出现了对55周周线的一个假突破，那么这里连蓝色线和红色线其实这里都跌破了，那么这里从周线上看，这是个弱势。那么我还提醒大家，大家还记得我之前跟大家讲，就是我们看周线的行情的时候，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的 MACD 啊 ，MACD 这里面它是一个非常低位的 MACD， 所以 MACD 这个位置上，它需要一个什么，在高位往上抬的时候的一个上差，才是一个非常好的反转点。因为如果在特别深度的一个下降的过程中，它一般很难做到直接就 V 回去，进入一个上涨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它需要一个什么下降的过程中再向上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这是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但是呢，我们回头看日线啊，是不是就是要特别悲观，它一定要去前低呢？我觉得不是。是因为我们这里呢，我给大家先讲结论啊。那这个结论说完之后，你就可以关了。就是我认为的话，这个位置上就是 higher low 和 lower low 我都会进行买入。那么具体是什么样的我不管，我也不用猜它具体怎么走。但是现在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日线上，我等待的是这个下跌波浪的结束啊，下跌波浪的结束，自然而然在波浪结束的时候出现了，我的系统里也会出现不同样的买点。那么我们直接回到日线上，跟大家直接讲日线。日线上的话，那么这里面是什么？这里面就是有一个14160，讲了很多遍4160。但是昨天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同学问我说：“老师，这个4160，我们到底这个地方是多还是空？”其实我就是回答大家，他的是这里多空基本靠猜，对于我来说也是猜。因为这个位置上，你如果做多是也可以的，因为这里是一个底部的形态。上面其实这上面有一个什么呢？这里有一倒形的一个做空的空头的一个形态，因为这里有小的倒形的做空的形态，底下有一反转的做多的形态，其实多空都可以。那么这个位置上，其实你要不管是比如说我做多好，那黄线4160就是一个多点，那么你的止损点就是20个点，那么你一旦突破上去之后，43点就是拦不住，就会向上。那么如果这个地方做空做个空，那等什么？就是今天这个阴线出来了以后，我们空仓进场的时候，它的止损点又变成4160这条线，所以就是变成4160，它在多頭的时候是我们多头的一个止损线，那么是空头的时候是我们空头的一个止损线。那么现在的话，它出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下跌的走势，那么它就是空头的一个趋势。那如果你昨天是做多的，是一个做多的趋势，那么今天就是止损就可以了。那么差不多就是4000多点的20多点，差不多0.5%的止损，你这个地方就一定4160守不住就直接出。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对于日线上的这么一个分析啊。日线上呢，我们想跟大家说的是，日线上其实你不用特别的怎么说呢，就特别的担心。为什么呢？因为日线上这个地方的回调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常的非常非常正常的。为什么我们这么说呢？因为这个位置上它本来就是涨了比较多，严重的这么一个超买，那么这个位置上形成了一个顶部区间以后，那今天这个阴线其实就确认了它下降的这么一个趋势的形成。那么我们在这个做的时候，我们就要做出一个相应的对应计划。那么这个对应计划是什么？对应我们第一，我们这个下跌的趋势可能走出这样的一个行情，也可以走出一个更慢速这样走成这样的行情都可以。那我们不管是走成什么样的行情，我们的这个走势就是这样，会走出一浪也好，两浪也好，三浪四浪五浪，它都会波折的走下去。那么这个过程走下去之后，我们就会知道它一定会形成一个低点。那么这个低点可能是这种 higher low， 也可能是这种 lower low。比如说它跌得非常快，它就很容易形成这样的一个 lower low 的这么一个低点，那么这个地方就会形成 higher low 的一个低点。那么不管怎么样的话，我们知道周线上是向下的一个反转，我们周线上至少还后面有几周的时间，
都处于一个相对弱势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周线上都是属于相对弱势的这么一个状态，所以呢，我们还要看就反弹的时候，尽量呢就是做一些，其实我也不想跟大家说所谓减仓，因为我们上来的时候这段出的问题是，我们在这个位置上横盘以后再往上，其实仓位是不够的，就没有吃到后面这段的涨幅，那么仓位是不太够的，所以我们其实问题是还要现金非常多，还没有利用到，但这个位置上你要我去做空或大举做空，我会做相对短线。不是特别希望就在这个位置上做非常多的空头啊，所以我是这样的一个想法。而且呢，我会找到我那些优质的资产，我会跟大家再过一遍优质资产为什么它优质。那么这些优质资产会我们逐渐的积攒它的一个仓位啊。之前呢，比如说我给大家举的一些例子，像特斯拉这些，我当时成本都是900，也就是300多啊。那么300多的这个成本在上面，300多的一些成本下来之后，几轮震荡就变成600-700了，就是降到1/3。就是你可以通过这种滚动操作啊，对它这个成本进行降低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纳斯达克这里走势也是一样，纳斯达克100的话，昨天是个骗线，大家看到我的系统也是，这里已经变红了，就是开始下降了。昨天呢又变绿了，它其实是一个骗线的。今天的话，昨天如果做多是没有毛病的，今天的话，这个位置上你止损，也就是说你损失有0.5%，这也是非常正常的啊，这是非常正常的，所以也没有什么问题。那纳斯达克这个地方止损就更小了。那么这个下来之后，如果现在有一反弹，那么这个反弹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咱们说的其实是个空点，其实空点，因为你的这个止损其实也是这根大阴线进行守住就可以了。那么它的目标位是什么呢？那目标位对于我们来说一定是其他的一个密集区。那么我们不能以目标位作为一个交易，我们要是以交易走势的一个形态或者说买卖点来作为我们判断的依据。但是目标位呢，是我们所有朋友或者说咱听众老爷们最关注的。那么我认为的话，就是这个位置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点啊。当然对我来说，我的交易也不看所谓目标位293啊。但是呢，我如果大家观众老爷们就是好这口，我们给大家提供的就是293和3900啊。那么这两个位置，那对于我来说，跌到哪里呢？不重要啊。在这个跌的过程中呢，下一些这个我会进行找机会，个股找机会做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板块。今天呢，说板块之前跟大家讲一讲，就是我们看到，比如说垃圾债和国债今天其实是涨的啊，国债是涨的，这个地方特别值得关注啊，就是国债的这个买点，这个地方啊，这么就是所谓你看所谓的鹰派，但实际上你看它今天是涨的。然后我们再看这个美元今天其实是涨，但是涨的并不是非常多。所以说，其实你知道吗？是这个今天只是一个政策的一个释放。你 K 线上已经告诉你了，这个美元反转的时候是15号就反转了。那么多的美联储官员说话，市场为什么不听？我们刚才也分析了。那么其实今天呢，是一个政策上的这么一个落定而已。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小盘这个地方今天又是昨天2天的变形，那今天这个变色下来了以后，小盘这波涨的其实非常多啊，非常多。那么小盘还没到这个我们这个生命线也是到了，生命线下来了之后，小盘这边看175啊，我自己可能会在180和175之间就开始进行一个布局啊，这是现在仓位还不够。那么今天跌的非常多的，大家看半导体这种一定是到这个加息也好啊，经济周期不好，那一定是半导体，本来半导体就是这些板块中一个相对偏弱的这么一个板块。那么今天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下跌就更加的厉害啊，更加的厉害。我知道这个，我们看一下，大家如果没有看清楚的话，基本上就是这个图啊，半导体。好，那我们从弱的往上的说，那么我们看到小的生化今天也是变色了，但是生化板块在这段时间是一个偏强的状态。我就是关注什么点呢？关注它还没到一个下跌点，也就是这个位置上大约82附近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看看能不能在这个位置上呢形成一个支撑，如果不能的话，那它这一轮上涨的趋势其实是改变了啊，是改变了。好，那么房地产这里也是这个趋势，房地产是个顶部的一个结构啊，底部结构的一个趋势啊。我们之前说的这个工业板块是大的这个上拉，都拉回到什么时候？拉回到了去年就是21年的9月那个位置。那现在的话往下打的话，那其实这个地方你就不用想了，它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什么，就是等这个低点了，等这个低点。
软件板块本来就是偏弱，对吧？那么这个就是比较差。好，那么我们一看板块上其实没什么看，今天都是个就是一个比较差，只是今天这个你看这个小金属在这段时间是比较强而已是比较强而已。那么还有就是中概在这段时间是比较强势的，中概是比较强势的。那么今天这个中概其实是大家看这是看似是一个下跌了，看似是下跌，我们把这个颜色弄掉，这是个下跌了，但是它今天其实是高开很多它仍然是这个趋势线突破那么如果我们在5日线之上，它仍然是强势的一个趋势我首先就特别反感对它进行一个盖帽子，有机会就做 KWEB 也是 KWEB 是，就是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其实很简单，就是这个缺口守住的话，你差不多就是29块多，你就按着它做就可以了。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一些强势的板块过来的强势股票。那么我说 Google 今天是非常差 ，Google 的话，这个短期的不能碰这个地方虽然我特别喜欢 Google， 但是大家注意 ，Google 这个位置上是大科技里最差的，这一点我们在上几次视频中跟大家说过。同时，这里形成了一个假突破，假突破出来之后呢，至少短期内这段时间就会形成弱势区间，它不是跌就是盘，所以这段时间 Google 你现在怎么就是从估值角度来说，差不多100，我准备接一点那么 AMD 的话是这个半导体，我们说了是英伟达的上涨其实是我一直都是特别不明白。我在这个 Discord 里面其实跟大家分享了，就是英伟达的这个上涨，我其实特别不理解它为什么上涨因为整个半导体可能昨天都在涨，但是今天的话就露出了原型，咱们说狐狸尾巴露出来了，它这个位置上就是一个头肩底的这么一个破坏。那么后面的话，应该新低的话，应该是搂不住的话，所以我个人其实从它的财报这么差的财报中，我实在读不出任何一点利好。如果我要强行去说这个它未来什么科技有什么好的，那这个东西其他的公司那些小公司它可谈论的更多。所以我觉得昨天的这个地方确实是让我非常困惑。所以呢，一般面对困惑的时候，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永远尊重资金的行为。资中说它牛就是牛，我们不用考虑说我觉得怎么样那资金说它牛呢，它就是牛，但我觉得我理解不了，那我就不参与。但是我能理解的是，我知道 AMD 是这个地方半导体板块中最强的公司了，所以说我会在这里继续关注做 AMD。高通本来这个地方也是一个很好的牛旗的状态而且这个趋势线已经突破了以后，那么现在就去找它一个回拉的这么一个买点，本来这是很好，137是很好的一个买点，那今天一个阴线也是打了下来也是个打了下来。那么亚马逊的话，我希望它能补到这个缺口，只要在125以上，我们分析过亚马逊的基本面我是非常看好的。那么高盛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说了一笔回调反抽就回到了它之前50%的这个位置，那这是非常值得的。所以说高盛它的回调之后，大约的我能回到230、320附近吧，我就会关注它的一些买点。那么特斯拉也是，特斯拉下来的时候，如果能达到250左右，是250左右的话，我也会观察它的买点麦当劳现在出了一个卖信号，那直接就下来了，我还没有继续的这个操作。好，那么这一周的操作的话，基本上就是我也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这边 AMD 的几个单，我给大家分享了一下。当然，这只是我内部的我自己的一个交易记录。那么还有呢，就是这礼拜操作就是中概的和这个网络安全 PNW。所以说，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分析好了，那么我们这一期的视频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视频，请给我们点赞、转发，谢谢大家，谢谢老铁们的支持。有什么意见建议给我留言谢谢。